我叫云舟，穿越成了大秦的一个死囚。好在绑定了军火库系统，只要帮助大秦开疆扩土，就能获得热武器的奖励。于是，我当着嬴政的面掏出 AK-47，给他演示什么叫做口径决定真理，并画下世界地图。我要这世界都挂满黑人旗。宣罪人云舟上殿。罪人云舟面见始皇，为何不跪？云舟抬头看向龙椅上的中年男子。先不论我有枷锁在身，单说我乃是天神下凡，专程献宝，还请陛下恕我不跪之礼。陛下，此辽甚是猖獗，依大秦律例，应斩去双腿，以儆效尤。面见寡人而不跪，你若能证明自己是天神下凡，朕便饶恕你不敬之罪；如若不然，数罪并罚。多谢始皇开恩，陛下，请允许本人献宝。这是何物？呈上来给寡人看看。陛下，此物名为 AK-47，乃是冠绝当时的神兵利器。无论多么坚固的盔甲，在此物面前都如纸糊一般，更能杀人于数百步之外。真有这么神奇？罪人乃是戴罪之身，万万不敢欺瞒陛下，还请陛下让罪人一试便知。也罢，那就在宫门外让你试试。你若敢有不轨之心，朕这大秦武士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罪人不敢。咸阳宫门外几百步外立着一个穿厚重盔甲的稻草人，嬴政和赵高、李斯等人站在高高的御阶上，呈合抱之势。陛下，那罪人可就是了。开始吧。云舟接过 AK-47，打开保险，拉动枪栓，瞄准稻草人扣下扳机。一声枪响，吓得众人乱作一团。快保护陛下！喂，我要是真有不轨之心，刚刚就向陛下开枪了。你们还是检查一下那个稻草人吧。侍卫将稻草人搬回，盔甲胸口出现小孔，子弹直接穿透。这可是我大秦最坚固的铠甲，没想到竟被这什么AK-47直接穿透，还是2层。关键是隔着百步之远都能有如此威力，难不成这真是神物？侍卫还等什么？快把这人抓起来，把他手上的东西夺下来！云舟双手摆弄，将 AK-47拆成零件。陛下，这神物只有我才知道用法，而且全天下只有我能够生产制造。请陛下试想，若是大秦铁骑装备上这个，还有谁是大秦的对手？到时候陛下的铁骑将为陛下打下更大的疆土。慢，6国都已被朕灭掉，不知还有何处有敌人。陛下，请解开我的锁链，允许我为陛下绘制世界地图。世界地图？这大秦灭了6国，难道还不是整个天下？陛下，从三皇五帝到如今，天下不就是北至匈奴，西至荒漠，东至渤海，南至百越吗？难不成在这之外还有土地？陛下分60之余列，朕长策而欲与内，但这天下可还大着呢。解开他的手铐脚镣，取来薄墨，寡人倒要看看这天下还有何地。侍卫打开云舟身上的锁链，内官端来帛书和笔墨，云舟拿起毛笔描画世界地图。各位请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天下。若只是糊弄，这地图不会如此精确。难道他真是天神下凡？陛下请看，这就是当今世界之版图。没想到这天下竟然有如此之大。先生能够得知这么广袤的天下之地，果然乃是神人也。云先生，你既然说这是天下之地，那不知我们的大秦在何处，又有多大的版图？是啊，寡人也想知道打下了多大地盘。云舟指向地图中央一小块，启奏陛下，便是在此处。这6国加上大秦所占的乃是神州土地，就这么一点。大秦用了那么长时间吞并6国，建立万世基业，在这地图上就只有这么多土地。陛下，这人分明是过来糊弄陛下的，请陛下治其欺君之罪。你因何发笑？难道是觉得大秦这么多人多年的努力很可笑不成？李大人此言差矣，陛下和大秦这么多年的努力自然不会白费。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大秦现在所在的乃是这天下的中心，以大秦的实力定能横扫天下，让这大秦的版图占据整个地图。陛下，我这次下凡便是为了帮助大秦建立万世基业，横扫天下。若是大秦铁骑再配上我制作出来的那些东西，一定能够让这个目标早日实现。好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好一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各位都看到了吧？这次寡人得此神人相助，又得知了天下竟然有如此多的土地还在等待大秦收复，简直是一件喜事。既然此物是你制作出来的，那寡人便命你督办，尽快制造出这些神物，装备大秦全军。陛下，这神物想要制作乃是殊为不易，需要很多东西配合，还请陛下赐我协调各部之责，如此才能尽快制作好这些神物。好，那寡人便赐你协调各部之能。这天下的物品你都可以调动，但寡人会派人监工。你若是敢中饱私囊或不尽心竭力，寡人定当严惩不贷。多谢陛下。咸阳城街道上，民夫们被陆续带走，与家人分离。云舟看到民夫们，脸上露出兴奋表情。对啊，既然要修建浩大工程，我为何不把那个东西弄出来？不仅能加快建造速度，还能减轻体力劳动，而且还能民用，让大秦增强。云舟回到府衙，命下人准备东西。你们知道哪里有卖石磨的吗？大人，这石磨是什么东西？没听过也没关系，马上去找2块比较圆的石头来，再拿凿子锤子。最关键的是给我找一截木头，越硬越好。下人搬来2块石头，
云州做成石磨，他令下人转动石磨，自己投入石灰石与粘土，磨出的细粉。末了，他备好锅具，煅烧粉末。一名身形伟岸、带着书卷气的男子走进来。不知云州先生可在？你是过来帮忙的吧？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把这些都拿到一旁。你们去给我提一桶水过来。扶苏有些好奇地看向云州，但点头按照吩咐，把煅烧好的粉末放到一旁。云州把水直接倒在粉末堆上，拿起大木棒不断搅拌。云先生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当然是弄泥了，你们也别看着，这个东西必须要不断的搅拌才行。扶苏挽起袖子，拿起木棒。那我也来帮忙。众人一起搅拌，直到泥浆调和均匀。来吧，把这些弄成形状。咱们今天要在这里建一堵墙。先生，在这里修墙是为了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叫水泥，别看现在软趴趴的，但是干燥之后可以说是坚硬无比，堪比石头。建一堵墙，当然是为了给陛下和全天下的那些人看一看了。这个东西建造起来方便无比，而且又十分坚固，能够用得到的地方多着呢。原来如此，先生真乃神人也。若是这堵墙真的如同先生所说，那这不只可以用来修建长城，甚至就连宫殿的建造都会简单无比，甚至也不会让那些徭役的劳作再像现在这样沉重。这简直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！这么久了也没有请教阁下姓名，不知你是何人？先生，我乃是扶苏，这次是父皇让我来监管先生的。现在看到先生只用了这么短时间就弄出了这利国利民的水泥，我猜想先生果然如同传言中一样，乃是神人也。公子扶苏，正是在下。这公子扶苏不只是贤明在外，更是为人仁厚儒雅，甚至是嬴政钦点的接班人。可惜性格太过于耿直，不懂得变通。没想到陛下对我果然是看重，竟然派公子扶苏前来，这让我深感皇恩浩荡，以后定当尽职尽责。先生能够为大秦着想，足以看出先生高义，我定当禀报父皇，让父皇知道先生大义。实不相瞒，现在的确有一件事要让公子帮忙，等到这墙建好，咱们可以这样。先生大才，那扶苏定当不负所托。第二天一早，人群熙攘，议论纷纷。听说当今陛下得到神人相助，得知世上并非只有6国的疆土，还有大片的土地等待大秦收复。还有说那个神人现在已经在咸阳城建造了一堵墙，谁要是能够破坏这堵墙，赏千金。一堵墙有什么稀奇的？别说是能够动用武器，就算是不用武器，我也能推倒。就是，我看大概又是有人妖言惑众吧。人群中一个身材高大、无比壮硕的青年男子兴奋地对旁边中年人说道：“叔父，只要能够破坏这堵墙，就能够赏千金，这简直太适合我了。试问有哪堵墙能够挡得住我？”等等，这说不定是秦军设下的计谋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好。叔父，若是有这千金，咱们也可以回会稽准备大事，就让侄儿试试吧。项羽直接向云州府衙走去，项梁只好跟在身后，警惕地看着周围。云府衙门口聚集了大量围观者，一堵灰色的水泥墙立在院中，旁边摆放着各种刀剑。各位，我是云州，就是我建起来的这堵墙，只要想试试的都可以来。只要能够破坏这墙，真的能够赏千金吗？的确如此，但是必须要把这墙破坏彻底，要是推倒可不算。我来试试，请。项羽用力顶住墙面，渐渐发力。他试了半天，墙面纹丝未动。过了一会，抄起一把剑，用力砍在墙面上，墙面只留下一个小口。这墙为何如此坚硬？如果这位大哥没办法，不如让别人来试试。我项羽都没办法，我就不信其他人能行。你怎么还把自己是谁说出来了？难道不知现在秦王正在抓捕6国余孽，咱们只能尽快离开咸阳城了？叔父，我只说了我的字，别人要抓的叫相界，关我项羽什么事？你呀，咱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先生果然是好计策，现在咸阳城中人人都在谈论这个水泥墙的事，我父皇估计也快要得知了。但是扶苏还有一事不解，既然先生弄出这么厉害的水泥，为什么不直接献给父皇呢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人呢，总是喜欢自己发现的东西，就比如你们那个宝库当中放满了6国的珍宝，这些东西在6国是何等的珍贵，但是在这里却被随意的放置，这是为何？先生，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宝物太多吗？同样的，因为这些东西来得太简单了。如果我直接献上水泥，陛下可能会重视，但是绝对不会有他自己发现这么重视。先生果然大才，这一次效仿商鞅立木，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多好处。商鞅公立起来的是自己的威信，而先生立起来的是大秦的国本啊！我又怎敢和商鞅公相比？不过公子，现在我倒是有一件事想要和公子说。这6国虽灭，但是仇恨却还在，而且在6国中还有许多能人异士。要是公子有办法将这些人收为大秦所用，不只能让大秦变强，更是能够慢慢洗刷6国的仇恨。要知道赌不如输啊！先生所言极是，但是这6国之人大多对大秦抱有偏见，更是不愿意入朝为官，又该如何拉拢他们呢？这6国之所以不愿意入朝为官，是他们不想给自己的仇人工作。公子又久负贤名，只需要偷换概念，让他们以为自己不是在为了大秦，而是为了天下即可。这些人心高气傲，也只有公子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。先生大才，
咸阳宫内，嬴政烦闷地处理竹简，案几上堆满奏折。糟糕，最近城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没有？陛下，这有意思的事还真有一件。小人听说有人在城中建了一堵墙，只要有人能够破坏，就能得到千金。哦，那可有人得到这千金啊？据说目前还无人能够得到。一堵墙就难倒了天下英雄，朕一定要亲自去看看。云州府衙门口聚集大量围观者，各路豪杰面对水泥墙束手无策。陛下，这处府衙乃是先前陛下赏赐于云州所用，让他建造武器，如今又搞出什么一堵墙来？依老奴之见，这云州只怕是为博人眼球，故弄玄虚罢了。依老奴之见，云州这是违抗生命，阳奉阴违，陛下断不可姑息。几名江湖人士垂头丧气地从府衙内走出。真是绝了，这云州先生当真是个能人，我毕生功力都是横练的硬功，力量最是霸道，居然完全推不倒那一堵墙。嗨，你就算啥？我那兵器锋锐无比，能位列天下前百，还不是一样毫无用处？这大秦若是以此为强，倒还真是固若金汤了。无妨，进去看看，他若敢违逆，朕定不饶他。陛下驾到。府衙庭院内的热闹瞬间安静。王翦、蒙恬率领军队迅速控制全场。参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云州，这墙是你弄出来的？回陛下，正是。父皇，儿臣亲眼所见，此墙乃是云州先生所制，也的确是非同凡响。若我大秦长城城墙都能以此为主，必然防御更胜。不过一堵墙而已，众卿可有人愿意上前一试？陛下，臣愿一试。臣乃军中之人，这攻破的城墙无数，区区一堵墙而已，臣一试便知。大将军乃开国之功臣，征战无数，更是攻破楚国，区区一道墙自然不在话下。就是陛下，臣以为这云州就是故弄玄虚，不好好替陛下打造神兵利器，却在这里弄一堵墙，实是哗众取宠。大将军动手吧，让朕看看，不过一堵墙能有何古怪？去锤来。王翦接过大锤，大锤猛然落下，发出沉闷轰响，锤子被反震得手疼，墙面纹丝未动。这怎么可能没倒？就算没倒，也不至于连个破坏都没有。大将军都砸不开这道墙，开玩笑的吧？大将军王翦何等人物，居然连一堵墙都破不开。我来。蒙恬抢过大锤，同样霸道蛮横地砸下，墙面依然完好无损。连两员大将都攻不破，此等墙用来铸造城防长城，必然万事俱备。不错啊，云州这是用什么做的？回陛下，此乃水泥，只有臣知道怎么做。若是用途正当，大秦自然是固若金汤。陛下，欲攻天下，先守其家。有了这个水泥在，大秦各种房事都能提升一大截。云州，你倒是让朕刮目相看，先是神兵利器，而今又是水泥这种东西，不错。传令，大秦之内均采用水泥建造宫室，令直道的建设也是如此，可以动工了。金碧辉煌的咸阳宫大殿，嬴政高坐龙椅，群臣分列两旁。陛下，水泥制作需要工序，自然也需要一些工匠。而今大秦建造居多，若是能掌握水泥制作，可大幅度节省人力，也为大秦百姓解忧。父皇，劳工过多会让百姓疲倦，应当分出一些缓解，同时也能发展其他。云州先生制作水泥，实乃为大秦解困。朕准了。扶苏，你有空多跟云州学习，礼贤下士不用朕多说吧。这水泥一事，你就负责推行下去吧。回宫。咸阳城街道上百姓议论纷纷，面带笑容。听说陛下找到了个神人，制作了水泥，我家那口子都从工地上解放了。就是，不然天天上工，这家里都顾不上了。陛下英明，慧眼如炬。陛下英明。咸阳宫大殿，朝会时分，群臣上朝。父皇，水泥一事已推行出去，工事加快了许多，同时也缓解了部分劳工，民间百姓均称赞父皇。儿臣以为此事云州先生功不可没，应当纳入朝堂，为大秦做事。水泥一事的确不错，召云州入宫。云州走进大殿，跪拜行礼。云州，水泥一事你办得不错，朕很满意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扶苏再给我邀功，不过我要的是强大大秦，解锁军火比邀功更重要。陛下，臣身为大秦之人，自然为大秦办事，不图嘉奖。只不过臣如今倒是有一事告知。哦，何事？臣早有听闻，陛下为求长生，召集天下方士炼丹服用，此举实在不可。放肆！云州就算你为大秦办了一些事，但也没资格评判陛下。你不过一介白衣，岂敢妄自议论陛下？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。那个父皇先生的意思是给予父皇一些建议，还请父皇莫要误会。陛下，我所说的就是这炼丹服用一事，万万不可，此举实是愚蠢。大胆！云州居然敢指责陛下愚蠢！小小之辈竟敢羞辱陛下！来人，将此人拉下去斩！陛下，云州居功自傲，妄自菲薄，此人留不得。陛下，此人祸乱朝纲，以下犯上，恶意重伤陛下，按例当斩。陛下，
还请容臣说完。方士炼丹，那些丹药均是有害之物，若是长期服用，对陛下并无好处，反而会有害。陛下如若不信，臣愿意当场为陛下演示。若是有害，又怎可能炼制那么多年？我看你就是想要歪曲事实，掩盖你自己的过错。好，朕让你演示，可若是虚假，后果自负。咸阳宫大殿，嬴政挥手，太监们将炼制好的丹药一一送上。陛下，还请让人准备一只老鼠，臣自然为陛下解答丹药问题。老鼠？用这老鼠做什么？到时陛下自然明白。老鼠被抓来，云州将丹药捣碎，喂入老鼠口中，顷刻间毙命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云州，你在陛下面前做此事情，意欲何为？陛下，这丹药之中蕴含了大量的汞，这种东西少量服用短期不会有太大影响，可若是长期服用或者服用过多，结果便是和老鼠一样，汞便是毒药，而且是慢性毒药。徐福，可有此事？陛下，臣也不清楚。丹药或许还没炼好，还请陛下恕罪。竟敢欺瞒于朕，难不成要等朕被毒死了你才肯承认吗？来人，给朕把所有方士都杀了。父皇，方士纵使有错，可若是全部杀了，只怕影响不小。父皇，陛下且慢，陛下，这些方士万不可杀。云州，你这是何意？陛下，着急什么？我这不是话还没说完吗？这些方士炼制的丹药的确是没有什么作用，而且有毒，但不过嘛，他们也并非是没有任何作用。云州先生，还请快说吧，我这命都快被你吓死了，我们这些方士的命可都在你手上拽着呢。陛下，臣之前说了，要制作那些威力惊人的武器，就需要他们这些方士，所以陛下不能杀他们，倒是不如让他们将功赎过，配合臣将武器制作出来。简直是笑话，这些方士炼丹都有问题，怎么能指望他们制作武器？就是，万一他们又在武器上动手脚，那岂不是让我大秦军队陷入危险之中？云州，武器一事可是你承诺下来的，如今却又找借口，我看你就是故弄玄虚。父皇，云州先生说的不错，与其杀了他们，不如让他们将功补过。况且云州先生的手段，父皇也见识过，而臣觉得云州先生值得相信。李斯，你觉得如何？回陛下，制作武器乃壮大大秦军力，自然不可懈怠。不过这些方士为陛下炼丹，本就得其厚赏，可他们却险些谋害陛下，实在罪不可赦。可既然云州有所保证，为保大秦实力，为社稷着想，臣以为倒是也可以暂且容忍一二，待制作兵器完成之后，再处罚他们也不迟。公是功过是过，若如此不分明，大秦律法岂不是形如虚设？功过有别，李斯这话也没说错，暂且先这样吧。退朝。嬴政没有给云州和扶苏反驳的机会，大步离去，朝臣们纷纷离开。徐福跪在地上，先生，我尽量劝说父皇。多大点事，公子不必担心。还有徐福，你转告其他人同样不用担心，好好做事即可。至于你们的命，我自有办法保下来。云州府衙，李斯背对着门口，负手而立。左相大人，来我这小小府衙做什么？云州先生，你我也不必客气，以先生的才能，本相倒是可以为你引荐一番。这个嘛，倒是不用了。哼，看来云州先生倒是挺有骨气。本相今天过来，便是告知先生，制作武器一事要抓紧一些。另外，那些方士本该是死罪之身，既然你替他们承担下来，这责任自然是在你身上。倘若中途有人逃离，这责任也是你的，你可明白？明白，左相都这么说了，我自然会多注意，就恕在下不招待了。哼，好自为之。李斯愤然离去，云州眼前浮现出军火库界面，只有10只沙漠之鹰，这也太少了，而且子弹只有50发，看来需要从民生方面提升，才能解锁更多子弹。陛下有旨，传云州入宫觐见。走吧。咸阳宫大殿内，左相李斯、赵高、蒙恬、王翦等3公9卿齐聚。云州走进大殿，众人目光齐刷刷看向他。我大秦修筑长城，为保大秦国土安全，乃是千秋大计。然修建长城之外，总有外敌屡次来犯，这帮家伙来回骚扰，实在可恶。云州，你既能造出那等武器，朕要你快速制造出可灭此外敌的武器，可有问题？陛下，制造武器自然不是问题，不过臣一介布衣，很多材料朝廷管辖，臣可无权动用。不过臣的确是有一武器能快速歼灭外敌，而那些方式便是能派上用场。当然，臣也希望陛下能答应臣一件事。说来听听。臣希望陛下能给臣一个正式的身份，让臣能够名正言顺地为大秦效力。你跟朕讨价还价？陛下，先前陛下下令处死这些方士，虽是让他们协助臣制作武器后才处死，可陛下如此胁迫，性命攸关，他们又怎能安心？而如今陛下急需武器来对敌，那些方士正是可用之人，并且长期有用。臣以为大秦不如开设一处，以专门用于建造此类威力强大的武器，一应物资材料都可运用，定能增强大秦军力。你是说那些方士能做出来，你不是让他们协助你制作武器吗？陛下，两者皆是。我所会武器种类之多，
比之前威力更胜一筹的比比皆是。方式炼丹虽有问题，但是他们懂得炼制，稍加提点就能制作火药，从而将炸弹制作。此物威力惊人，足以攻灭敌人。陛下与其杀了他们泄愤，不如给他们一个立足之地，不仅能宽显陛下宏德，又能让他们为大秦出一份力，强大大秦军力，何乐不为？陛下，大秦以法治天下，若是不讲律法，如何服众？这些方士有谋害之罪，陛下尚可是如此，那大秦将士又怎么交托到他们手中？若是制作有误，岂不是坑害了大秦将士？父皇，儿臣倒是觉得可以尝试。大秦开国以来，以大秦军事扬名，若是能再得进步，自然最好。陛下，臣也认为可行。陛下，云州先生之前拿出的武器本就让臣等耳目一新，若是运用到实际当中，不仅威力提升，这军队损伤也能大大减少。准。蒙恬，你配合云州，有任何需要的地方，积极配合上。此外，就设立一个重兵营吧。云州那些武器你最熟悉，也唯有你能制造。朕希望的不仅仅是你会。虽未说明这个重兵营官至极品有什么权利，但嬴政能答应下来就已经十分不错了。至少李斯想以方式来对付自己的打算落空了。重兵营，徐福等方士齐聚一堂，云州站在众人面前。各位，从今之后，你们便不再是什么方士，你们以前的那一套都给我收起来。重兵营设立，而你们便是重兵营的人。至于先前处罚，陛下已经下令让你们将功赎罪。云大人当真是说到做到啊！我们跟着云大人干了。反正出去了也只能到处晃悠，居无定所，还不如就在这里做。云大人，这将功赎罪，那我们若是取得成绩，朝廷会嘉奖呢。诸位放心，入了重兵营，自然是与大秦军事待遇一样。当然，咱们是在后方制作，若完成，得以在战场上发挥作用，这奖赏功劳自然不会少。我要的是诸位安分守己，听从调遣，若藏有私心猫腻，因此丢了性命，可怨不得我。云州当即将方法告知众人，各类步骤都逐一分化出来。半个月后，重兵营有模有样的运作起来。云州大人，这武器准备好没有？长城出的麻烦可不小，就等着你的武器，再不解决，长城攻势可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。云州从屋内搬出一堆灰色的圆形物体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就像石块一样。蒙将军，跟我到测试区看看就知道了。空旷的试验场地，远处立着几个靶子，几名士兵将投石车推到位置，云州将炸弹放置其上。云大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武器？看着就知道了。投石车启动，炸弹飞向目标区域，炸弹落地瞬间爆炸，巨大的火光冲天而起，10米范围内化作焦土。这是什么武器？此物名为炸弹，使用方法你刚才也看到了，放在投石车上点燃引线投出去就行。记住，运送和使用时不能受潮，否则会失效。方法简单，将士们容易学会。好厉害，这比石块威力强太多了。有了这个，那些外敌还敢来犯？这些炸弹足够解决长城的麻烦了。云大人放心，这种好宝贝，我绝不会让他辱没。蒙恬安排人手运送炸弹，云州让几名重兵营的人跟随指导。敌军又来了，这次人数更多。快，把炸弹运上来，投石车架好。等他们再靠近些，炸弹威力虽强，但投石车射程有限，要等最佳时期。列阵，用盾牌挡住秦军的石块。放！数十枚炸弹同时点燃引线，投石车齐发，炸弹如雨点般落向敌军阵中，炸弹接连爆炸，成片的敌军瞬间被炸死炸伤，残肢断臂满天飞。赢了！这威力简直恐怖！快逃！秦军有腰板！咸阳宫大殿朝会时分，群臣分列两旁，嬴政高坐龙椅。陛下，长城外敌一事已经解决，塞外部落再不敢来犯。好，蒙卿辛苦了。云州制作的武器如何？陛下，您要是亲眼见到就好了。云大人制作的炸弹威力恐怖之极，投放下去，瞬间歼灭敌军10之8九，完全不费一兵一卒。瞬间歼灭10之8九，还不费一兵一卒？蒙将军，这未免太夸张了吧？当着陛下面前可不能夸大其词。你们这是信不过我蒙恬吗？我就算骗别人，也绝不会对陛下撒谎。那武器恐怖如斯，你们若去前线，自然知道。不错，云州这小子果真没让朕失望，当赏。陛下，云州大人的确是才能之人，制作武器只怕是天下无人能比。父皇，儿臣以为倒是可以让云州先生任职。如今虽有重兵营，却未入朝堂，云州先生才能当不止武器一方。陛下，长城遇敌，云大人制作武器却是手工，不过入朝一事，只怕是不妥。云大人在制作武器一方的确异于常人，可不曾见其他才能。朝廷有制，最是忌惮任人唯亲。也罢，封云州为重兵校尉，重兵营由他节制，增设校尉队500。重兵为我大秦核心，武器需严格看管。即日起，任何军机所需武器，需从重兵营上报，再递交朝廷审批。若私自从重兵营内拿取武器，严惩不贷。陛下圣明。
先生，此番未能替先生争取到入朝机会，实是扶苏失责。大秦律法森严，用人也是如此，还请先生勿怪。公子不必介怀，大秦有大秦的法度规矩，能帮助大秦提升就行。先生如此胸怀，实在让人敬佩。不过先生放心，扶苏定能给先生一个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。加大炸弹制造的数量，同时投石车改进更加方便一些。目前大秦的各类材料并不多，真要制作迫击炮也不是那么容易。解锁成功，获得步枪 AK-47乘100支。虽然数量不多，但日积月累下来，自然能达到一个惊人数量。不过这子弹数量实在是太少，子弹更小，需求量更大，做工更加精致。凭借重兵营的这些人，根本无法做到。想要解锁子弹，我只能从民生方面入手。云校尉、公子邀校尉到府上商议。作为大秦最有名望的公子，扶苏自然是参与了国事处理，只能从他这边入手了。云校尉道：“先生可算来了，快快请坐。”公子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干嘛这么着急？先生，近来大秦各地百姓抵触情绪越来越大，赋税已做到朝廷限度，可百姓态度还是没有转变。公子详细说说。自从大秦货币统一后，民间各类商物虽有明码标价，短时间反响不错，时间一久，百姓就纷纷抱怨物价太高，消费不起，加上赋税各类，百姓生活显得紧张起来。大秦内商户不多，早在国战时大量流失，导致货物不多，价格就不受控制增长。若是没法解决，只怕会引起百姓暴动。父皇对此事格外重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货物短缺导致价格提升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这正是我需要的机会。先生可有办法解决？公子要解决此事，有2个办法。第一个简单，以公子之力就能办到，但效果不明显，无非就是控制大秦商户，让他们降低价格。虽说有利百姓，但商户就会反抗，所以这办法不可取。至于另外一个办法，恐怕公子没办法做到，需要陛下首肯才行。先生请说，只要办法可行，我定当竭尽全力。大秦虽然统一了，但商户流失严重。大秦周边各地部落各国游走的商户其实很多，但都没有进入大秦，这是战争之后的损失。货物短缺，说明大秦如今对边境管辖严格，很多东西无法进入。而大秦之内可用的东西不多，商户们得不到利益，自然抬升价格，百姓抱怨也就出现了。所以想要解决，第一步就是需要陛下同意开设边境，吸纳外来商户。这一步只怕有些困难。边境关系到大秦安危，父皇必然不会轻易开口。大秦统一以来时间短暂，6国余孽常常兴风作浪，对边境管控自然严格无比。我尽力试试，先生等我消息。父皇，儿臣有事启奏。讲。父皇，如今大秦百姓因物价高涨怨声载道，儿臣以为应当开放边境，引入外来商户，缓解货物短缺。公子，你这办法莫不是那些6国余孽透露出来的吧？那些家伙可是巴不得大秦出现问题。开放边境何等重大，若是让外族入侵，岂不是危险？扶苏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难不成又是你那聚贤堂的人不成？回父皇，此事乃是儿臣在与云州先生商议后决定的。云州，他不好好制造武器，讨论这个做什么？父皇，云州先生不仅有制作武器才能，还请父皇明鉴。若是因此局限了大才，对朝廷、对大秦才是真正的损失。宣云州入宫，传云州校尉觐见。重兵营校尉云州觐见。臣重兵营校尉云州参见陛下。云州，朕问你，你与扶苏所说小边境开通，吸纳外来商户？没错，陛下。如今大秦各地百姓的怨愤可不低，大秦刚统一没多久，若是百姓发生骚动，那些6国余孽必然兴风作浪。就算陛下能用军队镇压，可压得住这千千万万的百姓？简直一派胡言！大秦平定天下战乱，统一天下，百姓们免去了流离战火，又怎么可能反抗？我说左相大人，亏你还自诩法家出身，而今大秦修建阿房宫、长城等各种大型工事，徭役不计其数，几乎每天都有累死或者被打死的。虽说先前水泥制作缓解了部分，可那只是微弱效果。而今连百姓生活所需物资都变得昂贵，他们如何生活？既然生活不下去，又怎么可能不反抗？你们这些大臣高高在上，自然不可能知道百姓的状态。之所以开通边境，吸纳商户，一来是为了增长大秦之内的货物流通，二来也是降低价格，让百姓们的怨愤平息下去。陛下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兵营制作所需的一些稀有材料，也需要从外采购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个边境权限，朕还非开不可了。陛下，这又不是坏事。陛下不是已经看过我给陛下绘制的地图了吗？一些物资只需要从周边国家采购就行。大秦之内同样有他们没有的东西，这是贸易往来，同时也是大秦了解他国情况的机会。若是构成威胁，陛下大可派兵剿灭就是。云州所说的确有理，大秦再强，却也做不到无视百姓的声音。而且重兵营的成果有目共睹，此事需要好好商议一下才行。云州，朕且问你，重兵营所需的材料，难道大秦没有不成？陛下，大秦之内虽然有，可却很少，根本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制作，而且很多都还没有开采。想要开采的话，
也需要时间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这不是当前大秦能够做到的。所以陛下其实也没必要犹豫，开通边境又不是全面开放，只是特定的几个地方，再加上大秦军事看守，对进来的商户审查一下，自然就能避免一些问题。外民疆土还有那么多，开通边境不仅能缓解民怨，还能让大秦了解外面的情况，大不了不行就再封锁。好，朕准了，此事就交给扶苏去办。另外边防一事，蒙恬也跟过去商量一下，务必确保周全。儿臣遵旨。臣遵旨。我说，公子和蒙将军不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吧？先生大才，有劳先生了。是啊，云大人就别客气了，你脑子好使。这些资料就没必要一一细看了。大秦此次边境开放也不是全部开放，只是小规模而已，主要是从3点来做。第一，西南方向边境开通，那个方位铜铁等各种金属不少。第二，也就是大秦西北方向，可和那些部落交换物资一类。第三，就是大秦南方沿海，利用好渔业，不过要确保当地安全。看来还得我详细讲解，从开设边境，如何招纳商户，如何将大秦的东西卖出去等等，甚至连边防问题我都帮你们规划出来。3个月后，大秦各地边境通道商户往来频繁，货物流通繁忙。父皇，此次贸易，大秦之内货物增加了上百种，价格也稳定了下来，百姓们的怨愤也都平息下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此番贸易为大秦带来了不少收入，虽只有往年1/3的税收，可这毕竟只是3个月的，往后长久下去，只会多不会少。没想到这办法还真好用。公子大才啊，如今大秦收入增加，看来咱们也能跟着沾光了。我听说这办法是云州出的，不过没有公子，他这办法什么也不是。父皇，此次能顺利完成，多亏了先生，理当嘉奖。此番云州的确是有功，众卿觉得如何？陛下，臣认为云州才能的确不错，既有此等本事，自当是物尽其用。臣昨日收到消息，大秦南部越族躁动不安，屡次袭击我大秦边境，正是需要一位才能。云州制作的那些武器，正好是个绝佳机会，可展现威力。准了，就让这小子带着部分重兵营的人去解决吧。朕也好奇那些武器到了战场上的作用。父皇，云州先生乃是制作武器的人才，不应该。住口！朕意已决。父皇偏听偏信，云州先生为大秦立下汗马功劳，岂能如此对待？逆子，你竟敢质疑朕的决定！10把沙漠之鹰，100把 AK，50发子弹，这点武器经不住扫射的。云校尉，蒙将军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此前办的事都已经很不错了，陛下也很满意。不过左相许县让你带着重兵营去大秦南部边境，解决一下百越的麻烦。百越，应该不是什么大规模的战争吧？不是很熟悉，那边之所以叫百越，是因为盘踞的部落很多，大秦的边境时常有被侵犯，所以需要根治一下。百越那个地方最麻烦的是环境气候问题，我大秦军事虽然厉害，可也是备受折磨。既然是陛下的旨意，那我准备一下就动身吧。行军物资各方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云校尉祝你凯旋。云大人，这些就是我们府衙目前掌握的情况。百越经常会趁着阴冷天气进攻，自我担任此处边防以来，百越的进攻就已经不下数百次，百姓们的生活也十分痛苦。没事，先按照我的安排准备。我这次过来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抗百越，让他们知道我大秦的军事力量。大人，如今军中都已经传开了，说大人制作了很多杀伤力极其恐怖的武器，大人这次也带过来了。把能用的投石车都准备好，没有的现成去建造，速度快一些。此外，等百越出击，你率领城中兵马与我一道出击，一举击溃。是，大人。这次正好可以解锁更多军火库，李斯的算盘只怕是要落空了。边防军简陋的府衙内，云州查看着资料，副将在一旁汇报。这次的目的很明确，不是要把百越全部清理干净，而是要给他们足够的震慑，一定要让百越的人恐惧大秦的力量，让他们短时间内不敢再犯。有大人安排，一切都听大人的。另外，把这里的百姓情况也说一下，以及这个地方的特产或者百越的这些相关资料也都给我找来。好的，大人。边城城墙3日后，百越军队冲杀而来。他们的装备未免也太差了，除了善于利用地形之外，完全没有发现什么状况。其实，如果只是一味防守的话，我们损失也不会太大。但这些百越军队很麻烦，就跟蚊子一样，每次都能从我们身上咬下一块肉。可一旦出去迎战的话，我们的胜算就很少。原来如此，放他们靠近一些。百越军队冲锋，距离城墙越来越近。大人若是再不行动的话，他们冲破了城门，城中的百姓可就遭殃了。放！城头投石车齐发，一枚枚炸弹呼啸而出。百越军队瞬间死伤惨重。好家伙，原来这就是炸弹，这威力简直太恐怖了，根本就不是人能做到的。云大人果然厉害，这以后有了这个武器在，咱们压根不用怕有人进攻。这点程度可还不够，走吧，到我们出手了。这一次不让百越痛一些，他们是不会长记性的。是，大人。百越腹地，副将带领大队人马，云州带着重兵营100人小队快速追击，百越军队四散逃窜，AK 小队紧追不舍。
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武器。这威力比炸弹还要精准，百人小队竟然能追着上千人打。子弹连续扫射，百越战士接连倒地。这是什么武器？快逃！子弹消耗完了，收队。大秦军队开始返程，副将看着云州的小队，满脸震撼。不过百人可在战斗当中实在是恐怖。大秦有强大的弩箭，可在云州这个小队所用的武器面前，却是完全不值一提。这一战足够让百越各部落恐惧很长时间了。李斯的算盘只怕是要落空了。边城府衙简陋的主厅内，镇守此处边关的各路将士兴奋无比。云州一进来，个个齐声高呼：“云大人威武！”都安静，我现在还有事要吩咐。各位，你们驻守此地多年，对于百越情况应该更加清楚，可有其中各部落首领的联系方式？大人，这联系肯定是能联系的。每次他们攻城抢夺，事后都会有一些部落过来示弱。大人是要联系他们吗？边境被他们骚扰这么多年，损失很大，自然是要他们偿还一些过来。百越各地实际上物产不少，只不过他们自己用，没有其他物资，联系他们，让其代赔偿来降服。此外，告诉他们，若是有部落没来，大秦重兵会直接出动，届时灭了他们。诺，我这就去办。边城城墙3日后，夕阳西下，云州独自站在城头，眺望远方。一天角逐，百越臣服，这下不仅解决了边境问题，还为大秦增加了版图。李斯想要的是我死在这里，可惜要让他失望。云大人刚刚收到消息，周边其他部落听说百越归顺，也派人来求见。看来这威慑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，让他们都来吧。既然要做，就做彻底一些。是，大人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这次回咸阳，李斯的脸色一定很精彩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我需要更多的权力来推进计划。云州眼前浮现系统界面，固守边关，击退百越，解锁成功，奖励200发子弹。这只是开始。边城府衙简陋的主厅内，数十名百越部落首领战战兢兢地坐着，门口站着手持 AK 的重兵营士兵。云大人道：“各位都放松，不就是打了个败仗吗？你们应该庆幸没有被灭族。”百越首领们脸色发黑，却不敢反驳。你们的态度我很满意，看来你们没什么怨恨。正好，我大秦向来以德服人，不日我大秦便会有重兵大军开拔，若是有犯边境者，统统镇压。这所谓重兵，就是你们之前感受过的那些，甚至还有更恐怖的。百越众首领顿时呆住，面露恐惧。那个大人说是我们愿意赔偿，并再也不侵犯边境。对，我们部落也是。我也是。不错，大家都很和善嘛。我这人最不喜欢打打杀杀，干脆就直说了吧。第一，你们可以用你们各部落的特产或者金属和大秦交换你们所需物资。第二，若有愿意归顺我大秦的部落，你们部落所在视为秦地，自然也受到保护，他日那些重兵便能庇护你们。第三，若不接受以上任意一点，秦军会直接踏平百越，重兵之下，你们就算全部集合，也没有丝毫胜算。百越首领们一个个低下了头，显然都在衡量。云大人，若是归顺大秦，我们部落的人自然享受大秦子民待遇，该有的保护一个不少。那贸易的话，比例如何？公平交易，童叟无欺。你们的特产在大秦也有市场，互利互惠。首领们面面相觑，开始窃窃私语。云大人，我们愿意归顺大秦。我们也愿意。我们部落也归顺。边城府衙简陋的主厅内，其他首领纷纷起身表态，无一例外。这比预想的还要顺利，李斯这次算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很好，那么从今日起，百越各部落归入大秦版图。另外，命你们即可修建城墙与大秦相接。城墙修建之后，只会给你们壮装载重兵防御。多谢大人。就这样吧，你们该安排的安排，1个月内我要看到效果，否则灭之。边城城头，1个月后，夕阳西下，远处可见连接起来的城墙轮廓。不错，效果比预想的好。虽然总人数不到1万，但对解锁军火库已经够了。云大人，归顺的部落都完成了城墙修建，其他部落的物资交换也很顺利。云州眼前浮现系统界面，开疆扩土达成，强度低级，奖励 AK47乘600，人口增加达成，强度低级，奖励步枪子弹乘10000发。600支 AK，1万发子弹，总算缓解了燃眉之急。这里的炸弹我都留给你，记住我说的存放和使用方法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一定守好边境。重兵营门口半月后，云州带着百人小队骑马归来，扶苏和蒙恬已在门口等候多时。先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云校尉，这次可是威名远扬了，整个咸阳都在传你的功绩。让二位久等了。先生，这次的战果朝野震动，父皇龙颜大悦，正等着召见你呢。百人队追着上千人打，还收复了好几个部落，简直神了。看来这次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咸阳宫金碧辉煌的大殿内，文武百官分列两旁，嬴政高坐龙椅。陛下，云大人办事心细如发，更是听闻也曾亲身率兵出击，此乃有勇有谋，当是我大秦梁柱。
是吧，陛下？有此人才，应当好好奖赏。几个朝臣接连走出，都是扶苏一派。李斯脸色阴沉，却没有出声反对。不错，云州，听说此行你带着重兵营的100人小队过去，这小队配备的都是你制作的武器。是的，陛下，该小队为 AK 小队，不过 AK47制作不易，如今臣也只是备好了600支，打算回去后将其扩充到600人。等待到一定数量，大秦便拥有一支强大军队，自然能助力陛下开疆扩土，扬大秦之威。很好，你所谓的这个小队就派300人到宫内吧。朕要亲自看看他们，以后你培养出的一半扩充到宫内，剩下由你节制指挥。陛下，如此军队应当交由朝廷节制，这样更为稳妥一些。这也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出现。重兵营理当只有制作之权，若是同时兼任使用节制，只怕会拥兵自重。咸阳宫大殿内，不少朝臣接连附和起来。若这些武器落入了6国余孽手中，岂不是更加危险？是吧，陛下？此事需要三思。那你告诉朕，该交给谁来节制？你还是太尉？这支军队尚未成型，即便是成型，你们当中有谁懂得如何使用，又有谁懂得如何修复？父皇，儿臣以为，无论何种军队，皆为大秦军队，自然统一由父皇统帅，各位将军亦为辅佐，并不会出现左相大人所说的那般。况且云州先生此次有功，尚未奖赏。扶苏说的不错，云州此次功劳不小，就暂定重兵军后，令重兵营增设军队至1000，此外亦为国事一卿。谢陛下，依靠这点功劳，能在朝堂上议事就已经是最大的收获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不会错过任何机会。朝会散去，众人纷纷离开。先生，父皇请先生到书房。嬴政书房，书房内古色古香，嬴政坐在案桌前，神情威严。陈云州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朕叫你过来是有事要问。在你所绘制的地图上，国家之多，你觉得朕何时可攻打？陛下，这事儿可急不来的。大秦如今看似强盛，可问题太多，国家经济、民生、军事各方面都需要加强建设才行。而且臣制作武器也需要时间，自然是急不来的事情。难道就不能加快一些？你制作的那些武器威力惊人，也不一定需要全部都装备上。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欲速则不达。就算真在短期之内开疆扩土，扩大了大秦疆土，可陛下如何管理，如何守得住？大秦60而出，方才在陛下手中缔造出来。可即便如此，6国余孽仍旧在大秦之内骚动，而大秦自身经济受损，长城、阿房宫等各种大型工事耗费巨大，陛下又如何守得住打下来的江山？那你有何看法？陛下，大秦锐势的确是强大，只需要装备重兵营的武器，威力只会更强。因此装备制作是核心，重兵营也需要扩建一下。可同时需要的材料很多，以如今大秦各处忙碌的样子，是没办法把精力都放在重兵营的。而且对于大秦目前来说，经济才是最迫切的。经济提升，百姓、国力、军队乃至重兵营的制作都会得到很大提升。这一点朕自然知道，也在不断努力发展。陛下，你不知道，大秦徭役太过惨烈，这是损耗国力的，经济自然也承受不住。如今刚开始，自然看不到经济下滑，可再过几年，只怕是民怨沸腾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朕这是做错了。陛下，不是做错了，是太着急了。陛下做到了诸多统一，的确伟大。咱们其实只需要在这些方面上再做提升就好。仔细说说。首先自然就是经济问题，说白了也就是提高国库的收入和百姓的收入。之前百越一事收服的几个部落中，有一些是完全接壤海域，因此只需要建造船只，开通海上运输，大秦就能和海外相近的国家进行生意。至于陆地上，咱们同样开发商队，最简单直接的就是以物换物，这是从商业上来发展。还有另外一个法子，就是农业，也就是粮食一类，这是最为重要的。大秦种植虽多，但成果并不显著，我有一法子能让农作物更快速生长生产，能节省一些时间。嬴政瞪大双眼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云州。粮食提升可以对外贸易，还能发展自身，同时百姓们也吃得饱，一举多得。陛下，若是可以，容我回去之后与公子商议一下，制定出核实计划，待到朝会时商议确定，如何？好，朕准了。扶苏，你好好跟着云州学习，改一改你那个性子。此事若是成了，云州朕定当重赏于你。谢陛下。出宫路上，夕阳西下，云州和扶苏并肩而行。先生，父皇说让我跟你学着改性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公子太过死板，不懂变通，又缺少陛下那般大局统筹的能力，这些都是公子需要慢慢学习的。这恐怕我不好学。公子不必着急，日后你自然会明白。咱们还是回去先把计划制定出来。扶苏府邸主厅，桌案上堆满了大秦各地的详细资料，云州与扶苏正在查阅。公子，大秦各地产粮、种植的情况如何？应该都有详细信息记录的吧？咱们制定计划之前，还需要先了解一下各地情况。先生稍等，我这就让人去调取。先生，你之前说能加快粮食生产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竟能有那般效果？这个嘛，其实就是大棚，用大棚造一个温室效应，能够一定幅度提升，并且有了大棚之后，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，
都有能力实现种植。大棚不管酷暑严寒都能种植，这简直是神迹。这种大棚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上的控制。至于大棚所用的东西，其实也简单，重兵营会准备用一些材料制作，咱们只需要尽快将各地情况区分出来，2种方面准备齐全就行。先生放心，我定然竭尽全力。云州在重兵营亲自监督工匠们制作大棚材料，各种布料、木材摆了一地。3天后，咸阳宫大殿文武百官汇聚，云州站在比较靠后的位置。众卿，我大秦经虽已平定，但在各方面还是需要提升。6国余孽祸乱不止，而国库也不足，民间百姓们的生活也有一些影响。你们可有办法？启禀陛下，陈云州有一建议。朝臣们的议论声戛然而止，所有目光汇聚到云州身上。陛下，臣建议整个大秦内所有土地重新划分，土地权分级，优先级为国有，也就是大秦朝廷所持有，其次才是私有权。这样一来，也方便臣执行另一个计划，在各地构造大棚，用于种植所需粮食。此大棚作用极好，能增加粮食产量。土地重新划分，云州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这些土地有一些可是世家贵族自己的，难不成你还想要破坏？你这建议，难不成是在戏耍我等，戏耍陛下？简直胡闹！你们自己没脑子不清楚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，不要事事都拿陛下来跟你们比较。难不成你们觉得你能比陛下厉害？几个大臣连忙跪下。放肆！你不过是一小小君侯，我们可没有诋毁陛下的意思，还请陛下明鉴。陛下让你们想办法，而你们什么都想不到，难不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办事？够了，云州，说说你的办法吧。诺，陛下，先说这土地，大秦土地只有少数是在百姓手中，多数在曾经的6国贵族、大秦贵族世家手中，这也导致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原因，加上徭役过多，更是有些土地荒废。臣以为，如今大秦一统，一切都是大秦为主，国家百姓一体，就不该有过于明显的市民区别。土地整合分配，确保让百姓们每家每户都拥有田地。陛下，大秦佃户居多，可他们得到的粮食份额极少，加上日常生活粮税根本不剩什么，而国库也收不上多，真正吃饱的是士族，是这些有权有势之人。如此，6国余孽在大秦兴风作浪才变得顺利。若是能借用土地重整，让百姓们享受到真正的公平，那百姓之间也就容易凝聚一些，更加认可大秦这个国家。不错，如此一说，倒是值得尝试。此事就这么做，服从你来处理这件事。陛下，如此决定会不会有影响？毕竟一直以来都未曾如此，万一引发士族世家们的不满，只怕是问题更加严重。万一造成了分裂，嬴政脸上闪过不悦之色。左相大人，这就是你格局小了。陛下统一天下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些贵族世家打拼的？陛下这是为了天下百姓，与世家共天下，不如与百姓共天下。好一个与百姓共天下，此事就这么办了，不可商议。谁若是敢反驳，朕绝不轻饶。此外，若有世家贵族反抗，一律问罪处罚。难道这些人还比得过朝廷大军不成？陛下圣明。云州，那接下来的粮食问题呢？陛下，臣自己在地图上规划出来，可以先选择一些地方进行小规模试验，等取得成果后即可全面推广。相关人员臣自己在重兵营培养出来，发展成熟就可以教导百姓们，让百姓们自己去做。很不错，既然如此，你全权安排土地一事，你去辅助扶苏。不过武器制作方面也不要落下进度。咸阳城茶馆阁楼，李斯独自坐在窗边，街道上人来人往。听说了吗？咱们大秦的那个重兵军侯云州老厉害了，和大公子收了那些世家土地，又重新分配给百姓。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地可以种，终于不用给有钱人家做佃户了。是啊，这2位简直就是能人，陛下英明将士交给他们，这要是换其他人来，只怕是中饱私囊是少不了的。我作为大秦左相，本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可如今无人识得，无人讨论，又怎么会允许我被一个出现1年不到的小子给压制下去？云州，别让本相抓到机会，否则若是继续下去，恐怕我连左相的位置都保不住。现在只能期待云州所说的什么大棚不能成功，不然的话只能另寻机会。咸阳宫大殿3个月后，文武百官分列2旁，云州和扶苏走进来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臣云州参见陛下。此去已经3个月，你们可有什么收获？父皇，土地改制，如今民间百姓们对于朝廷、对于父皇的追捧大涨，且民心凝聚，百姓们都很高兴。如今很多地方都不会再以救国子民称呼，而是以大秦子民。很好，既如此，百姓们可有举报出那些6国余孽？扶苏一下沉默下来，欲言又止。跟着云州这么久，一点本事都没学到。陛下，公子尚且需要历练，公子不过是不愿意把人想得那么恶而已。不过陛下放心，期间百姓们举报出的6国余孽，凡是有在密谋复国、有在暗中积蓄的，臣已经让小队将其直接剿灭。莫说是6国余孽，便是大秦之中有人心怀不轨，臣也不会姑息。阻挡大秦强大的人都应当抹除。
不错，理当如此。云州，那你所说的那个东西进展如何？陛下，我办事还能有不放心的吗？如今大秦之内，各地郡县亭都有小规模培养，大棚取得的效果很好。仅仅是在大秦各地建立的大棚数量就超过了3000个，而其中3个月收获的产量是去年大秦1年粮食总和的3%，而这仅仅只是小规模试验，并且13个月。按照大棚特性，1年之后，大秦的粮食产量会提升至少10倍。朝臣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提升10倍，这怎么可能？陛下，这是这次的收获暴露，各地产量的详细情况，均属可一一查实。好，既然有此效果，云州，此事朕就让你负责，尽快推向全国。有足够的粮食，百姓们已然也能过得好一些，这也民怨也会减少许多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陛下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赏赐再多也没什么用，况且此事还未完全，待全国施行有效之后，陛下再赏也行。你小子，好话都让你说了，朕难道连个赏赐都给不出去？这一码归一码，此事你确实办得不错，土地方面也是如此，而且大棚初步就有如此成效。这样吧，即日起你可在咸阳内开府，至于具体官职，就照你所说，等完事之后再行赏赐。此外，府兵800，重兵营再增500。朝臣们面面相觑，李斯脸色阴沉。谢陛下。云府主厅，新建的府邸内，云州坐在主位，门外络绎不绝的来宾手捧厚礼。王阳，招待客人到宴厅用餐。大人，蒙大将军和王大将军都已经到了，此外还有赵公公、左相大人他们如何安排？他们请到这里吧。各位大人能莅临寒舍，倒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云大人就别谦虚了，今天我们过来可不仅仅是祝贺你。云大人假以时日，必定能位列9卿，自然是大秦栋梁。赵大人言重了，他日云某办事，或许会有劳烦各位大人的地方。各位大人请坐。云大人，我们也就直说了，这个重兵营的建立，的确是为大秦增强了很多军力。你也知道，想要装备重兵营的武器，需要层层审批，云大人便是第一个。这个嘛，蒙将军和王将军这边，我自是没有问题。二位身为大将军，有此要求也是合适，毕竟保家卫国尚且需要，而且重兵营武器制作本身就是配备给大秦军队的，我想陛下也会同意。其他2人，一个文臣，一个内官，待在嬴政身边，配备这样杀伤惊人的武器，可不是好事。至于赵大人和左相大人，抱歉，重兵营配兵威力是大秦锐士的2倍之多，整个咸阳城，除非陛下同意，否则我无法匹配。云大人有所顾虑是应该的，理解。李斯脸色冷了下来。各位，我还有诸多事情要做，几位到一旁用餐吧。至于蒙将军或王将军的事，我会尽快安排。几人纷纷起身离开。大人，怎么感觉左相大人对大人不太友好？倒是赵大人看起来就像是有意过来和大人结交一样。不用管他们，加强重兵营的巡视和监管，没我跟陛下的命令，谁也不得私自带走武器。这些武器很重要，600把 AK 都已经配置上去，还有10把沙漠之鹰，我另有打算。不过真正让我期待的是这一次历经3个月让大秦国力增强，军火库里面会解锁什么样的东西？如今也该去查看一下了。府邸客人你招待一下，我还有些事要处理。云州回到房间，打开军火库界面。恭喜解锁大秦土地制度改革，增强国民凝聚，解锁1万发子弹。恭喜解锁大秦粮食增产，增强国力，解锁 AK47乘1000把。好家伙，果然还是这种情况最方便解锁。虽说万发子弹不算多，不过光是 AK 都多了1000把，倒是正好可以给蒙将军、王将军他们配备一下。这么算下来，还是需要更多才行。粮食的问题1年内就能完全解决，也是时候该考虑提升其他，这样才能方便解锁军火库。军火库应该也有图纸吧？军火库军火规则：当该武器领取数量达到上限时，则领取为该武器的制作图纸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继续解锁，先把 AK 解锁完全，到时候有了图纸，也就能够大量的制作 AK。咸阳宫金碧辉煌的大殿内，文武百官分列2旁，气氛凝重。陛下，各地情况有变，先前通过贸易提升了经济，不过近1个月来，不知为何，百姓们获利极少。由于如今正在建造的各项工程所需资金巨大，长久下去，只怕是会有所影响。其余朝臣们接连议论起来。此事最先是大公子和云州负责的，不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？难不成这当中还有人贪墨藏私不成？扶苏，此事可有眉目？国库若是出现状况，对于大秦的影响可是不小。父皇，当初此事办妥之后，后续都交给相关人员去运作。至于具体，这个儿臣实在不知。陛下，臣觉得此事需要严查，不管是什么人贪污，这都会影响百姓，影响朝廷。云州，此事本就是你们负责，而且本相也记得，当初你开府之日，这往来的商人中，似乎就有不少是负责那些贸易的。难不成云大人早就怀疑他们了？可若是怀疑，他们又怎么会上门祝贺？对啊，左相大人说的有理，现在回想，似乎有些诡异。就是，而且感觉还有一种贼喊捉贼的样子。
看来这里面问题很大啊，搞不好就是这个云州依仗陛下信任，这才贪婪了起来。父皇，先生绝不是这种人，这其中定然还有其他原因。父皇，儿臣请命严查此事。此事由御史大夫安排人手协同扶苏追查，朕要知道情况，给你们7天时间。陛下连问都没问云州，直接就让人去查了。看来云州这次真是惹怒了陛下，这下麻烦了。活该，谁让他如此张狂？先生，你放心，我定当追查清楚，一定会给先生一个清白。父皇如今只是气头上，还请先生莫要介怀。公子言重了，此事该如何做就怎么做，公子不必有所顾忌。不过我倒是建议公子严查的时候要从根源查起最好。先生之言，扶苏谨记。扶苏与御史大夫匆忙离去，云州走出大殿，之前吹捧过他的朝臣们全都避之如蛇蝎。哎，这朝堂的勾心斗角，难怪古代王朝一个个都不会安生下来。嬴政寝宫内，嬴政神情威严地坐着，赵高跟在身边。陛下，以云州的能力，老奴觉得他应当不会这么做。毕竟重兵营所需的资金本就很大，这贸易虽好，可应该也不至于让云州冒险。陛下会不会有些不太合适？朕当然清楚，不过这小子最近风光无限，若不压一下，嫉妒他的人只会更多。况且这次贸易收益关系到国库，竟然有人敢对此动手脚，朕自然不会让他们如愿。不这么做，如何让他们放松警惕？陛下英明。你倒是对重兵营的情况了解，怎么也想跟云州学学？陛下，老奴只是关切一下，并没有其他意思，还请陛下恕罪。下去吧，做好你分内之事。公子这般着急，是事情有所进展了吗？先生才智，此事的确是有结果了，只是我也担心，若是就这么上报的话，以父皇的习惯，只怕是很难收场。那些商人都在虚报数额，还有官员也在中饱私囊，若是父皇知道了，公子这有何难以收场的？不管如何，贪墨藏私，侵害的是大秦的利益，百姓的利益，难道公子还打算息事宁人？可是先生，你可知道这里面牵扯到了多少人？公子，你所想的实际上不合适。公子应该也清楚，陛下上世秦王时，吕不韦对其扶持有多重要，其地位崇高，不是如今三公所能相比。可即便如此，吕不韦功勋不低，关键时候，陛下还是选择让他离开权力中心。公子觉得是因为什么？还请先生明说。很简单，吕不韦有大才，可当时追随他的人远在陛下之上，敬畏他的也是如此。说是功高震主有这个因素，但这个因素并不存在于陛下身上。陛下担心的是吕不韦和外戚集团之间的影响，是吕不韦这个原本身为商人所带来的影响。贪婪会让一个人由善变恶，贪婪也会让一个权臣变成最大的威胁。如果公子说服了陛下，放过这次犯错的人，那日后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？或者说有其他人看到他们犯错都没事，是不是也会效仿？贪污之人当杀，不容客气，不容留情，这是杀鸡儆猴。公子宽厚仁德是好事，可也要区分善恶好坏以及影响。没想到我看的都不如先生透彻。先生教导扶苏受教，既然已经有了消息，也该上朝汇报了。公子走吧。咸阳宫金碧辉煌的大殿内，百官齐聚。云州走近时，朝臣们议论纷纷。嬴政走出，朝臣们立刻安静下来。父皇，此事已经查清楚，是经手的一些商人以及官员有所贪污，导致了整个事情出现漏洞。朕一统天下，为的是天下不再受战火侵蚀，大秦发展也是为了百姓，为了朝廷。可没想到，这才几年，居然就有人敢贪污，实在是罪不可赦。朝臣们连忙跪下。扶苏，你既然负责此事，那你说说，这些人该当如何处置？回父皇，这个事，儿臣以为，既然是贪污之人，侵害大秦利益、百姓利益，理当处罚问斩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去做。这些人心怀不轨，理当问斩。任何胆敢行此事情的人，绝不姑息。儿臣明白。贸易这事确实对朝廷有很大好处，不应该因为这群害群之马而停止。云州，对于此事你最是清楚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回陛下，这个吗？臣的确是有个想法。加大贸易需要准备的很多，道路交通、运输等方面是硬性要求，还有商人货物方面也是如此。大秦如今的情况过于单调，需要增加。仔细说说如何进行？第一，原有的贸易可以适当增加，这一点朝廷需要投入。因此，在原本的贸易通道上增加贸易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修路。陛下，臣之前去南方时，那道路实在陡峭，马车尚且难走，而那些商队货物，光是在路程上的损耗就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值。因此，修路是第一。其次，这修路可用之前的水泥，将各地主干道都给完成修建，大幅度提升运输的速度和降低成本。另外，陛下应当大幅度开放边境，让两地贸易往来大幅度增加，这样经济体系才会壮大起来。陛下，如今大秦的长城工事和庞工都耗费无数，劳民伤财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种办法实在太过费力。两大工事的建造，徭役数量惊人，即便有了水泥帮助，可依旧处于负重状态。实在不宜开展另一个工事，百姓们也需要休养生息。如此做的话，恐怕会让百姓们反抗。
陛下，大秦就算吞并了六国，建立了第一个大王朝，可财力也经不住这么糟蹋。的确，众卿所说的不无道理。朝廷如今的确是没有太多精力能够承担。云州，你这办法实在是有些勉强了。陛下，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困难。没那么困难？难不成你还有办法？没错，修建宫室，百姓们有怨愤，是因为朝廷给的工钱实在太少，并且酷吏太多。如今已经不是奴隶制度，非破败周朝可比，不该将他们视为奴隶驱使。因此，我建议增加工人的工钱，同时给他们一定休息，缓解压力，缓解怨愤。而在修建道路上，臣能制作一个车子，可以将所需的材料节省时间运输上去，所需的工人也就会少很多。陛下，此车名为搅拌车，不过因为目前大秦技术方面限制，我会简化一些，到时候运作起来也方便。只要修建起来，加大贸易，经济自然提升。云州，这样一来，大秦国库恐怕是支撑不住。如此就算是完成，可一旦国库空虚的话，那岂不是会很危险？陛下放心，资金的问题，臣有一个办法能缓解。还有办法？资金可不是小事。资金问题可不是小事，你打算如何解决？简单，这是为了大秦发展做贡献。既然需要资金，那就让大秦之内的商人们也出一份力。此外，世家贵族也当尽力贡献，享受朝廷、大秦的庇佑，享受陛下的福泽。他们有何理由拒绝？难不成陛下觉得让他们一直坐享其成是好事吗？陛下，这办法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世家贵族各有底蕴，他们是朝廷接收能人，世家的关键，亦是大秦的中流砥柱。如此损害他们的利益，只怕是适得其反。上次就把贵族世家的土地都强行拿走了，如今还要动他们的财富，这不是搞针对吗？陛下，臣只想知道，难道陛下真的还想看到这一群人坐享其成吗？百姓们为大秦公事尚且付出了劳动，若是他们也愿意去公事上，那臣自然可以酌情。真准了，就按照这个法子去办。若是有不满者，尽管来找朕。可若是想阻碍此事，甚至动手的人，朕绝不姑息。李斯府邸主厅，夜幕降临，主厅内灯火通明，诸多世家子弟围坐一堂，脸色愤怒。左相大人，这个云州简直放肆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之前拿陛下压我们，土地让出去了，我们忍了，可这次居然还让我们出钱财，还是让给一群贱民，这凭什么？如今云州在陛下面前深的信任，本相若是阻拦，便是自讨苦吃。可是左相大人，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？一旦这事结束，恐怕陛下的赏赐只会更多。云州现在也还未成火候，这次他借用世家贵族的钱在大秦修路，让百姓们劳动。可若是在这过程中，百姓们出现了问题，你们说是谁的责任？原来如此，不愧是左相大人，左相大人英明。左相大人放心，此事我们定会办好，定然不会让大人失望。从土地被拿走开始，我们就积累了诸多怨气，如今自然要好好找云州清算。云府主厅，扶苏带着几个官员摊开地图放在案桌上。先生，这次修建道路要做到什么程度？大秦各县之间的主要官路都已经标记出来了。以目前大秦的状况，自然做不到全部修建，只需要将几处重要的地方先行修建起来就行。此事就有劳公子了，让那些世家出钱财，只能公子去。我已经出谋划策了，还要做东西，当然没兴趣做跑腿。而且现在我可是这些世家的眼中钉。先生，我们要修建哪些地方？边关贸易之路以及大秦各郡县的主道就行。这是为了扩大贸易，提升大秦经济。前期的投入自然会在后期收回来，百姓们也能通过这些道路行方便事情。先生之大才大德，扶苏望尘莫及。先生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大人，现在咸阳城内好多地方都在议论大人，甚至还有人在背后咒骂羞辱，要不要把他们给灭了？瞎说什么？你家大人是那种打打杀杀的人，但阻挡我解锁军火库的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走吧，我们去重兵营，先把搅拌车给做出来。这进度我自己都觉得慢。重兵营1个月后，云州和扶苏站在新制作的搅拌车前，资金筹集完成，搅拌车也造好了，分发到各地需要建设的地方。先生，搭配上之前制作的水泥，整个修建计划十分顺畅。世家贵族默不作声的乖乖配合，商人们兴高采烈的支持，一切都太顺利了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公子，让人加强各地工地的巡查，我怕有人搞鬼。先生是担心什么？树大招风，我们动了太多人的利益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此去已经3个月，你们可有什么收获？陛下，第一条主干道便是以咸阳为中心，接连毗邻的郡县，陛下出了咸阳宫就能看到。不错，朕还从未见过这般道路，不过看起来是否有些奢侈？陛下，这可算不上奢侈，臣的家乡可是远比这个好得多。莫说是主干道，就是一条乡野小路都比这好得多。云州，你一直说自己是下凡的神人，难不成你所说的家乡是神界不成？神界吗？和大秦相比，这么形容也不为过。我要状告。大人，我要状告。放肆！陛下在此，尔等岂容闹事？陛下，此乃天子脚下，这些百姓应当不会胡乱闹事，或许是有什么冤情。
说何事？陛下为我等做主啊！我们只是一些小商贩，可前些日子云州突然让人来征收钱财，我们与之商量不同，他们便是打骂一通，直接把我们所有家产没收。如今我们身无分文，根本无法生存，更别说还有一家老小，还请陛下为我们做主。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云州见势压人，欺负这些无辜商贾，影响极为恶劣。云州拿陛下旨意，为非作恶，还请陛下明鉴，将此人收押审查。堂堂开府大人，竟然欺压小民，实在是有辱斯文。这反应速度，看来早有准备。李斯，果然是你在背后搞鬼，简直一派胡言！先生连赏赐都不放在心上，又怎么可能对一个小商小贩感兴趣？父皇，此事征收钱财乃是儿臣亲自操办，先生并未。嬴政摆手示意扶苏闭嘴，神情威严。陛下，臣倒要问问这几位可有征收的凭证？按照朝廷规定，征收钱财必有文书。这个，云大人，莫非是要毁灭证据不成？左相大人，征收之事乃是公子亲自操办，若有问题，为何不直接找公子，反而在此时此地闹事？李斯这招够阴险，不过我早有准备，而嬴政这是要看我如何破局。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云州，扶苏脸色紧张，说何事？陛下容禀，所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商贩又作为人证，言之凿凿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，那我一切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了。难不成你自认有罪？陛下，这云州都已经承认了，还请陛下赶快把他下狱。是啊，陛下，此等贼子一日不除，我大秦其风不正。不要胡说，先生不是这样的人。陛下，臣刚才说言语无用，不是认罪的意思，而是臣想用实际行动来自证清白，所以想让陛下容臣便宜行事，您请观之。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云州走到两个商贩身边，抬起脚狠狠踢向他们的头。云州，你要干什么？莫不是想杀人毁证？左相哪里的话，难不成随便踢两脚就能死人？而且这两人光天化日之下诬陷于我，所言如同废话，哪里可算作证据？我之所以要踢两人，不过是为了泄私愤而已，毕竟打不了狗主人，还不能对两条野狗处置一番吗？你此话何意？难不成说这两个商贾所行之事背后有人指使？想不到这满堂公卿唯有左相相信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此番能自证清白，少不了要感谢左相的信任了。诸位可有认识此二人的，可与我说来。诸位，此番这两人在陛下面前构陷朝廷命官，如有认识此二人的，不妨站出来，待到查明真相之后必有赏赐。你可认识这商贾二人？回禀大人，我认识此二人，他们乃是咸阳城不远处王家庄的人，靠着卖些货物赚取差价，也来过我们村里卖过货。你起来说话，待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后，我必有后赏。陛下可否随我一驾王家庄？可今日云州与往常格外不同，倒要看看他如何破局。前往王家庄的路上，大队人马在明户带领下前行，侍卫押着两个商贩。先生，此番如何是好呀？扶苏公子不必惊慌，此事我心里已经有了计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先生放心，就算是出了意外，我也会在父皇面前替您求情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冤枉。多谢扶苏公子，扶苏这样的品格，才是我应该辅佐的未来帝王，绝不能让赵高矫诏一事再次发生。李斯骑马跟在后面，脸色阴沉。云州啊云州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翻盘。这两个人可是我精心安排的，绝对不会露出破绽。王家庄村口，浩浩荡荡的车队抵达，村民们早已跪地等候。恭迎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可认识此二人？回禀大人，这两人是我们庄中的商贾，两兄弟一人为王一，一人为王二。可知他家近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人，最近这两人家中确实发生了一点事情，只是……你但说无妨，没看到陛下都在这里吗？难不成害怕有人打击报复？大人，就在2日前，咸阳城有个叫云州大人的，派了10余名兵甲来到我们王家庄，对王家兄弟敲诈勒索，更是进行搜家之举。两兄弟家中所有福财全被掳走，可怜这兄弟二人行商10余年，最终落得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满朝公卿神色各异，李斯眼中闪过得意之色。云州，你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这两个商贾说的话不足信，难不成这王家庄数百人亲眼所见也不足以相信吗？你把我们带到了王家庄，难道是想自首不成？什么？云州？我确实是云州，可此前来敲诈勒索王家人的时候，你可曾见队伍中有我？并未见到。那不就得了？而且陛下在此，我若真是罪大恶极之人，怕是马上就要明正典刑了。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还不速速带路领我们到王家？是。王家门口5、6间土房围成小院，在王家庄算得上殷实人家。就这几间土房子，也就在王家庄勉强拿得出手。这满朝公卿又有谁能看得上眼呢？已到了这商贾之家，再多言语都没用了。还请陛下派出甲士仔细搜索这王家。云大人真是好本事，先前你就派人打劫勒索过一次，难不成现在还想再来一次？
且不说好东西早就被你掳走，难道我们这些人，包括陛下，却也要在此陪你胡闹，做如此贼行？请陛下应允。准了。10几个甲士鱼跃而出，轰的一声破开王家家门。对方诬陷也好，还是真的也罢，既然敢当着天子的面来告状，想必家里的事情早就料理干净，怎么可能还搜出东西？陛下，我等细细搜查这王家，实在是没有余财，除了陶土做的锅碗以及一个灶台之外，举家都已经空了，更没有任何有价值之物。求陛下为我们做主啊！我兄弟2人实在遭受无妄之灾。云州，你要作何解释？云州来到为首甲士面前，低声耳语一番。甲士看向嬴政，嬴政点头后，10多人再度返回，又是一炷香时间，甲士跑出来直接报：陛下有大发现，我们在此人家中地下挖出足2大箱子，箱子里钱财约有1000斤。1000斤之财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别说王家2兄弟经商10余年，别说一辈子也不可能获得这么多财物。陛下，我兄弟2人将钱财深埋于地下，这才勉强没有被云州搜刮而去。求陛下为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陛下。民生艰难，这兄弟2人奔波10余年赚的一些家财被云州搜刮干净，索性在地下藏了一点，躲过一劫。这云州实在可恨，还请陛下明正典刑。将荒唐！所有人噤若寒蝉，纷纷低头不敢直视发怒的嬴政。陛下为何发怒？将这王家兄弟拖出去砍了。是。冤枉啊，陛下冤枉啊！我2人被勒索钱财，陛下为何要杀我2人啊？刀下留人。何意？想来陛下已知我清白，云州感念陛下恩德。可是陛下，这2人不过是村中稍有些家产的商贾而已，我之前更是从没见过这2人，不知这2人为何要诬告于我，其中必受了别人的嘱托。这2人虽然死有余辜，却不能死得不明不白，还望陛下允许我审问2人。云，恐怕这1000金根本就是背后指使他们的人所赠，若是没有1000金的好处，这2个商贾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天子面前诬告当朝大臣的。你2人若能好生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便留你2人一举全尸；若是继续隐瞒，我便叫人砍下你2人头颅，与身体分别埋葬，叫你2人身首异处。大人，我愿意招认。是啊，大人，我也愿意招，只求能留全尸。说来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主使之人是谁，但只是隐约听说是个姓张的世家。当天那些甲士们言谈之中，听说是大人您因为什么事情得罪了张家，这次定要你好看。大人，其他的我们兄弟是真的不知道了，还请大人能够缝合好尸首，葬在一处吧。陛下，我便是主使之人，不因其他，只是因为云州谏言以氏族财产充公，我心有不忿，故行此举。即便是家中，也并无人知道我做此行径。事到如今，我唯有认罪，但请陛下放过我张家。好一个世家大族，朕一统6国，甚至将来还要有开疆拓土之举。你们这些世家只懂得跟在朕的后面享福，却无半分回报，仅仅是叫你们拿出些许财货，便心生怨恨。今日是你诬陷云州，难不成改日来个更强有力的世家大族就要来行刺朕了？来呀，把此人头颅给我砍下，传令宫中将此人家族，男人禁入销售，女人禁入流放。陛下，回宫。拿着这个到我府上领赏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回宫路上，马车内一片沉默，朝臣们交头接耳，却不敢大声。咸阳宫大殿，金碧辉煌的大殿内，嬴政端坐龙椅，威严肃杀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张大人的事，我们有没有把柄被抓住？都怪那个云州，要不是他出现，我们哪会有今天这种麻烦？这些人恨我是必然的，不过我本来就不指望和他们合作。想要强大大秦，就必须整顿内部，这些蛀虫迟早要清理。你们可是要朕给你们一个交代？不敢。陛下威加于内，绝不会做。是我等无能，不能为陛下排忧解难。我看你们也只会嘴上这么说了。既然朕没有错，那就是你们错了。既然也知道自己没有本事为朕排忧解难，可是有一个能为朕排忧解难的出现了，又为何如此针对？难不成你们是专门跟朕作对？陛下，我们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哪里敢跟陛下作对啊？是啊，陛下，我大秦奋6世之余，列方有今天，哪个不是一心一意？好呀，那你们告诉朕，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去诬陷忠良？可知道云爱卿为大秦做了多少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吗？陛下，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张大人所为，甚至连张大人的亲属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？要是提前知道，又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好一个不知道！那我问你，张忠郎为何嫁祸云州？定是因为前些日子云州出主意，让公卿世家拿钱拿粮，张大人心存不满，所以才想到栽赃嫁祸。朕且再问你，世家大族拿钱拿粮，对我大秦是好是坏？对我大秦当然有益处。哼，算你们心中还有计较。那朕再问你，你们这些世家大族依附于朕和大秦，大秦强盛，你们又当如何？回禀陛下，大秦强盛，世家大族自然更加强盛。
甚至连国内子民也人人得利。好呀，原来这些道理你们都懂得。既然你们都懂得这个道理，为什么又舍不得拿出钱财出来？又要针对云州，就算是商贾都知道，想要获利，必须得先投入。你们却眼睁睁看着百姓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无动于衷。臣等知罪，请陛下责罚。法不责众，陛下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无非就是法俸捐钱，老一套罢了。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大不了割点肉，总比丢命强。这些蛀虫嘴上认罪，心里不服。不过现在只能这样处置了。6国余孽未平，还得指望他们治国。既然知错，朕便罚你们3年俸禄，各家捐献1000金，粮食5000石。谢陛下隆恩。陛下，臣以为此事不妥。满堂公卿瞬间愣住，所有目光齐刷刷看向云州。这小子想干什么？难道对朕的处置不满？云州这是嫌处罚太轻，还想敲我们一笔？这家伙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质疑陛下的决定。云州，你有何异议？陛下，我认为责罚过重了。满朝公卿面面相觑，一脸震惊。满朝大臣们又岂能没有纯良之人？怎能一概而论？而且咸阳居大不易，若是没了俸禄，叫公卿们如何生活得下去啊？朝臣们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云州。我没听错吧？云州竟然在为我们求情？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嬴政眯起眼睛，神情复杂。云州怕了，眼看着要和这么多人作对，心中怕了，所以打算在这个时候求和。陛下，虽然张大人今天陷害于我，但是已经被陛下处置了。满堂公卿就算是有不察之罪，但是罚些钱财粮食便罢了。而且此举也不是因为贪图公卿们家中财货，乃是因为公卿们识君之路，不懂得为君分忧的道理。此番不过是小惩大戒而已。但是诸位大人却仍然要为朝廷做事的，俸禄要是也无，怕是有人要在私底下说陛下寡恩了。断然不会，陛下责罚，臣子们心甘情愿，哪里敢说陛下一个不字？就算是心里也断然不会有此想法。没错，陛下，臣等忠心日月可见。你云州不是想跟大臣们妥协吗？可现在大臣全然不领情，甚至想卖了你。陛下，臣只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公卿们心中所想，如何能从嘴上判断？便如我现在替他们开口求情，这些人尚且不知道感恩，还要急忙与我撇开关系，那敢问陛下如此责罚，这些人心中焉能好受？陛下，云州，不要卖关子，你直说好了，有何建议？陛下，些许财货，想必公卿们并不放在心上。这些人读的是经义，明白的是大道理，可是很显然，这些人读书却只读了一个皮毛，并不明白书中真意。若是如此，在他们手中岂不是让书籍蒙尘？不若陛下罚他们每人献出100卷竹筒，交由我处置。我云州别的不说，读书的本领自问还是不弱于任何人的。陛下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等我读完了书，便好好教他们为臣之道。黄口小儿，你放肆！陛下明鉴，这云州分明就是胡闹。是啊，陛下，臣等甘心受罚，却绝不愿意将书交给这种无耻无徒手中哦。就按云州说的办，退朝。退朝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等嬴政的身影消失在大殿上，这些大臣公卿们看着云州的眼光，已经可以吃人了。诸位可别忘了陛下的旨意，早点将书送到我家，不然我还要猜你们一个抗旨不遵。后花园，嬴政端坐在上首，身边是赵高。云州发现嬴政的脸色不好，不等嬴政说话，直接俯身。陛下，我并非是怕了满朝公卿，陛下英明神武，我一心忠于陛下，为陛下做事，绝对不会妥协任何人。而我要陛下罚书，乃是因为我造出了一件利器，此利器能杀人，却不见血，专门是对付这些世家大族的。陛下，臣绝不敢欺骗陛下，世家大族把持朝政，靠的就是识文断字，熟读经典，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这些。你倒是看得通透，连扶苏都还带着天真，总想着对世家宽厚些。陛下英明，世家大族之所以不能治，就是因为他们垄断了书籍，藏于自家，从不示人。就连咸阳宫又能有多少藏书？而且竹筒携带不便，镌刻费时，一本书要好几车竹筒。你的破解之法是什么？让竹筒简化，用便于记录的方式将这些书籍散播出去，天下读书人自然越来越多，他们垄断知识的地位就会瓦解。这小子说到我心坎里了。而且陛下，现在各处政令都用竹筒交流，费时费力，预计是免不了耽误。快说，你要制造的是何物？回禀陛下，此物名为纸张。纸张，这是何物？可有样本给朕看？陛下，3日之内必然有纸张奉上。好，若真如你所言，朕必大大赏赐于你。多谢陛下，那请容臣告退，回去准备纸张。准，无论缺什么，只管开口，朕必允你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不然今天就丢大脸了。大人，您回来了，纸浆已经调制好了。大人，按您说的法子，我们用树皮和麻布，果然能制出这种薄片。很好，加快进度，明日就要见成效。要是没有今天的事，我还没想到纸张的真正用处。李斯这些世家算是把我逼急了。先生，父皇真的相信纸张有那么神奇？公子放心，
纸张一出，必将震惊天下。可是先生，就算纸张真如您所说，那些世家大族也不会坐以待毙啊。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但这次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世家大族，这次我要彻底断了你们的根。李斯府邸华丽的正堂内，诸多朝中重臣围坐一桌，神情凝重。今天张大人之死，属实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是我亏欠了他。丞相何必说这种话呢？张大人之死，我等固然心痛，可也是为了大事而死，想来张大人也不会有所怪罪。是呀，丞相不必感怀，只要咱们能为张大人报仇就好。好了，诸位，聊聊正事吧。那云州着实可恶，一出现就在陛下面前卖弄奇淫巧技，博陛下欢心，更是妖言惑众。别的不论，这云州来历莫名，而且今天在朝堂上的举动，俨然是与我等撕破脸了。谁又知道他是不是要做孤臣，成为陛下手中的一把刀呢？古大夫说的不错，这才是紧要的。我叫你们来，正是要好生商议一番怎么对付云州，不是要你们一个个来做应声虫的。陛下有问，你们东扯西扯，怕担责任，现在都已经被云州骑在头顶上了，又是私下说话，难不成我还会砍了你们不成？丞相，云州要是真的要成为陛下手中的一把刀，咱们图之奈何啊？别说云州这人发明的东西的确是有用，就算是个废物，只要陛下肯保着他，咱们又能怎么办？说白了，陛下是觉得统一六国了，咱们的权威也重了起来，想要削弱我等，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手的。这话不用你说，陛下想拿捏世家大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为何之前没事，这个云州来了之后就这么多事？还不是因为你我公卿俱是一体，谁也不肯成为陛下手中的刀，而且赵高也被我们买通，只要把云州这个能惹事的小子弄死，咱们也能清静一下。那云州又该如何处去？此前的计策已然失败，短时间怕是……这点不用你说，而且我心中已经有了些计较。中车令道：丞相，诸位不必多言，也不必多礼，宫中还有事，我也是匆匆而出，也知诸位心中所想。中车令可否告知陛下与那云州单独召见，说了些什么？这个时候我可不能站错队，陛下的心思我比谁都清楚，我只有一言，那就是诸位献书的时候，不妨商量一下，多弄些烂大街的重复的书籍吧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赵高说完就走，一点也不停留，留下一脸懵逼的众人。赵高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陛下真的要用那些书做什么大文章？赵高来得干脆，走得也干脆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中车令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献书的时候多弄些烂大街的。陛下和那云州单独召见，到底说了什么？丞相，这个时候还需要你来拿主意啊！大局在我，就算陛下有些许不满，不还是得靠着我们来执掌朝堂？一个云州也总不至于翻出太大的风浪。既然没办法知道陛下和云州私下说了什么，但中车令总算没有一言不发，想来其中也有难言之隐。他告诫的话，我们便去做吧。找一些与孩童开蒙的书籍，再找一些烂大街的，但也不可做得太过。这云州不是说我们读不懂书中的道理，想来教我们吗？就给他一些孩童开蒙的书，让他仔细读一读。此事你们去做就好。而另一件事，则是我对付云州的办法。云州大概就是陛下手中的刀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。想要毁了这把刀，就得让陛下知道这把刀不好用，甚至这把刀不属于陛下。丞相此话何意？我们如何做都不好用，但只要陛下猜疑他，云州也就离死不远了。这一次，我们不需要和云州作对，甚至要帮他，甚至要热情以待。马上安排人说云州此番受了委屈，奏请陛下封赏加官，同时多多和云州亲热，走得近一点。遇到麻烦，我们主动帮着解决。呵呵，不愧是丞相，如此计谋，真叫老夫羞愧。诸位，云州为陛下手中刀，目的就是为我们而来，可我们偏偏不跟他作对，反而处处忍让，尽力帮他。一日两日还好，若是长久以来，陛下是不是会猜疑这把刀已经不属于他了呢？到时候云州被陛下遗弃，又与我们为敌，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妙啊，丞相高谋。想那黄口小儿怕不是到死的时候都还懵懂无知呢。诸位不必如此吹捧，所谓群策群力，这又岂是我一人功劳？来人，备酒，我与诸君共饮。大人，纸张造出来了，纸张造出来了。真的，快呈上来给我。云州接过纸张，仔细观察，比较粗糙，也不太柔软，甚至有些硬，还有些脆。但对于大秦而言，这无异于神物。造出了多少？回禀大人，废料不少，但完整纸张足120张。你去将所有纸张保存完好，再拿出10张来与我包裹好。我明天就要进宫面圣。另外，制造纸张有功，所有人都有封赏，将制作工艺记录完整。终于可以给嬴政交差了，而且系统又解锁了一些东西。军火库这次真是大放 X47 2000把，子弹20万发。看来文教之功确实重要，只有老百姓有了知识，国家才能真正强盛。想要改变大秦，
光有武器还不够，还得抓权力，利用职能去实现更多事情。这一觉睡得真沉。云大人，陛下叫我过来问一问，纸张的进展如何？陛下真是天命之人，纸张刚刚造好，公公就过来了。想来其中必然有陛下天子之德暗中帮忙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那云大人赶快带上纸张，和我一起进宫面圣吧。好，我这就叫人把准备好的纸张拿过来，咱们一同去面圣。咸阳宫花香鸟语的后花园中，嬴政端坐石桌旁，神情威严。给陛下报喜，臣不负所托，纸张制造成功。爱卿平身，这就是能颠覆世家大族的利器。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若真如云州所言，陛下，这纸张虽然粗糙，但比竹筒轻便100倍，一张纸能抵数根竹筒记录的文字。手感确实奇特，比绢帛便宜，比竹筒轻巧。陛下英明，此物一旦推广，天下读书人必将大增，世家垄断知识的局面将被打破。造价如何？能否大量制造？回禀陛下，用树皮麻布为原料，成本极低，一日可造数百张。好，传朕旨意，即刻在咸阳设立造纸作坊，大量制造此物。臣遵旨。有了此物，朕的政令传达将更加便利，而那些世家大族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。陛下，不妨用手试试纸张触感。哈哈哈，爱卿见此物，实在是叫朕喜不自胜。这质地真是柔软至极，轻轻一扯居然不坏，薄厚程度和丝绸差不多，这绝对是神物，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。云爱卿果然厉害，没有辜负朕的信任。得此纸张，我还要竹筒何用？哈哈哈，云爱卿，这纸张你制作了多少？制造难度如何？成本几何？能否广泛推广？陛下，纸张共造出100张，其余用作标准交给匠人们继续制作。此物制造难度并不算大，只是初期难免产量低一些，而且纸张的成本和竹筒相仿，等过些时日产量增多，定能流传出去。好，云爱卿做得好。对了，云爱卿，这纸张要如何书写啊？莫非也要拿刀子镌刻不成？坏了，光顾着造纸，没来得及去弄墨水和毛笔。陛下，必然是有与纸张配套的东西，但还尚在制造的过程之中，本想一起呈给陛下的，不过并不碍事，陛下不妨叫人去寻一只鹅毛，须挑最大的羽毛摘下，再叫人随意取用一种染料。恭喜陛下得此神物，想来我大秦必然文教大兴，功过3皇，德比5帝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哈哈哈哈！都平身吧，此间众人都有赏，而云爱卿乃头功。云爱卿，这次你大功一件，想要朕什么赏赐？陛下，我来到大秦，就是助陛下一扫宇内，打造一个乾坤盛世，云州不要封赏，只求能够继续为陛下做事。我的云爱卿真是如虎添翼，可天下哪有亏待臣子的帝王？也罢，既然你自己无所求，那朕便直接封赏好了。等明日大朝会，云爱卿就知道朕的封赏是什么了。多谢陛下。哈哈哈，爱卿真是知礼节，50你来得尚早，想必还没有用膳，就留在这里陪朕一起用膳。回去之后要加紧制造和纸张配套的东西出来。谢陛下隆恩。片刻之后，御膳房准备了2份膳食，嬴政和云州各自坐在小桌子上用膳。这年头的食物虽然比不上后世，但只有吃过了一次御膳，才知道什么叫食不厌精，保留了食材最原始的味道。陛下，臣想起一事，还请陛下下旨，让公卿们给臣送书的时候，尽量少些重复的。云州的造纸术已经成功，下一步便是印刷术。只要拿到世家的藏书，便可法传天下，人人识字，人人可读书，朝堂便不再是世家垄断。同时，军火系统也在飞快的解锁，大秦重兵遍布世界，指日可待。